哎，大家好，我们回来了啊！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我们邀请本杰明师傅上台，然后再次分享关于师傅这款游戏以及对于中国功夫以及传统武术文化的一些理解的这么一个交流活动。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本杰明师傅上台呢？那我们就邀请师傅这款游戏的武术指导本杰明师傅上台。你有没有发现掌声比昨天还热烈啊？好，这个甭管昨天来过或者没来过的朋友啊，这个麻烦本明师傅再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好。那这样，我们先落座。好，师傅请坐。师傅请坐，对。师傅您请坐。我先问一下啊，昨天来到这儿看过第一场活动的朋友们，请举手让我看一下。行了，那个拿玩具你可以放下了啊。不是很多啊，那说明这个应该新鲜感更足一些啊，是吧？是。昨天呢，其实我们请本杰明师傅聊了聊最开始，比如说和 Slow Club 合作的这个一些针对游戏最早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然后包括这个最早白眉拳它的一些这个初次接触的一些故事，怎么开始学拳？对对对，今天咱们聊点别的，聊点别的。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好。好的。我们师傅，我们知道您在这个法国有开一家自己的这个武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开武馆的这个过程和现在武馆的状况吗？我2011年开了武馆，在法国巴黎。已经12年了。是啊。但是开武馆就不是做生意的，所以有一点点麻烦。因为对，就是用心教，用心转。所以不是要用钱的想法，用生意的做生意的想法，所以比较难。我一边上班一边教拳，就这样。但是现在我有一般的徒弟，就帮我教，好像就是我师傅一样啊。有徒弟帮您打理武馆。是啊，因为现在12年嘛。所以有几个人不错，打得不错，所以他们帮我教拳。我能问一下吗？您的武馆叫什么？就是刘维新白眉拳。我在法国，在欧洲有很多人就是想开武馆，就说本武馆。那是我的武馆。我的武馆。我觉得开武馆的意思就是背负。你师傅啊，好像我们生态上面有些尊师尊武德，就是要注射啊。如果刘维新不转给我就不会打白眉拳啊。就有这个想法。还会一直那您的徒弟有没有再带新的徒弟，或者就是现在？我不太知道，我这么说您是否能理解啊？就是在您的武馆里边，您的徒弟有没有排资论辈，有没有辈分一说？大师兄、师弟什么小师弟什么？有啊。有啊。组织很壮大啊。但是从外面你可能这样看，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就无所谓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但是是很热闹，不是你。比我大不是这样的，我们好像好朋友，明白，好像家国人一样。那您这12年，您就是知道大概您的武馆在欧洲教了多少人白眉拳吗？1000多人。1000多人。那他们就都是也不都是法国的朋友吧？差不多，也有美国、英国、那美国。有很多地方，因为我刚开始我没有名气啊，但是以后2015年以后开始做纪录片，所以几个人
知道我就在巴黎，穿这个很厉害的百美拳，所以他们觉得哦也要学啊。那您昨天咱们还不是你也跟我们分享了您关于武德的想法和理解，那您教了这么多人拳，你会有一些规定吗？要求他们不要在外面和人打架？有规矩吗？对。没有。那他们就是惹出事了，有这样事发生怎么办？你有想过这个事吗？很难说，很难说，因为第一就是叫装给人，就是要有感觉啊，不是有学费啊，我无所谓了你，但是我真的教你我的动作，不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我们昨天也说过了，不是一件两件的想法，不是一件两件的你来练功就好，要用时间，所以要用时间我们就认识，慢慢就知道谁是谁啊。你会就是看他挑他这个人，不是什么人你都教他的是吗？是啊。还是可能有一个眼缘，或者说有一个这个内心这个去筛选人的一个标准。得了解他，知道这个人是开始我是可以教他的，他才会教。对啊，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关于游戏的问题对啊，就是什么契机让这个 Slow Club 和您联系上，然后决定以白眉拳为基础来开发师傅这款游戏的？我开了武馆的时候，我在一个六区，然后我搬家，我2016年搬家在3区。我们搬家的时候做一个好像开馆，所以有表演，我们表演50支。所以有 Slow Club 的 Jordan Layani，他住附近。他看到了。对，他听说那个鼓听到55龙那个鼓点，对，所以他马上出去来看，然后来看，然后他开始跟我一起学。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做那个 Absolver，这是一个他们记忆游戏之前的游戏然后就开始考虑可能要用这个百美拳就放在一个游戏，然后就开始想的时候，他们需要我做一个 workshop，来介绍白眉拳的一些介绍白眉拳，介绍我的想法，介绍很多节这样。这么巧的一件事儿，让大家走到一起的，等于是邻居，差不多。对，他就在你们旁边，然后偶然的机会认识，是，听见武士的鼓点了吗？他不是特意去看到，缘分缘分，对，缘分。您说的太对了，那我们在游戏里看到，有一些场景，之前的这个纪录片中，我们也看到，好像是和您的这个师傅的家里那个院子有一点像。对。那我们就挺好奇的，说您在这个游戏里的一些场景是不是有您个人经历的致敬在里边？我有一点点，但是最重要就是那个生态我们武馆的生态就是我师傅和我武馆一样的生态就这样就是背负我们的百眉拳的意思。他那个亭子，那个就是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其实展示过，就和本杰明师傅的师傅的那个真实的亭子的布置是一样的就可能更还原一些那种状态Slow Club 他们工作室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功夫迷啊？没有啊，我以为大家都会喜欢看这种老的功夫片什么之类的。他们喜欢但是不学，也有几个人学了，但是对，就是您带着他们练一练是。如果你不用时间，你就学了，你没有说病吗？所以他们不怎么打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剑影这个文化。有一个粉丝们告诉我，真的，我是广东的，但是 Shaw Brother 这样的剑影就是好像在我的血里面。流露上来血。我也感觉一样的 ，Slow Club 的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看了差不多每个香港电影，
合并的让合并的剑影倒背如流，如数家珍啊。但是他们可能不是学武的材料，像师傅昨天说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他们是武术会看武术的材料，没有慧根，看武术的材料啊。那在游戏里呢，我们除了昨天讲的展示的那些攻击别人的动作之外呢，其实游戏中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就是这个闪避和招架等等这些。对。那我在白眉拳中，关于防守和反击敌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我们白眉拳就说，一式建攻防。一式建攻防。一式建攻防是吗？是啊，所以你打武术的话，不要像我保护还是我就是攻击进攻和防守不是这样的，要用2个，就是《孙子兵法》，我不记得他真的怎么说，但是他说用保护的你不能赢不了，只有用攻击可以赢，所以你要用这2个剑在一起，结合到一起，一式建攻法。也就是说，白眉拳的很多招式是同时包含着进攻和防守2个概念和作用。是。其实关于武德的部分，昨天本杰明师傅有一段分享，还挺，就是也让我们能有一点点收获的吧。在游戏里边，其实它处处也都在体现，几乎是每一个 BOSS 在最后击破的时候都会。就只要你打得够好，就会让玩家做选择，你是留他一命，还是对吧？还是击杀掉？对啊，就是这几个场景，当初咱们在游戏开发设计过程中，大家是怎么最后就是确定这个方向，或者是怎么决定来制作这个系统的？您有印象吗？再来一下，不好意思。武德在游戏里的这一个部分。是您和 Slow Club 当时沟通，然后才来决定把它做出来的吗？还是如何？就是我让他们介绍武的这些剑，这是功夫的文化的每一件。他们这些不了解，好像我第一次跟他们给我看那个武馆。好像你刚开始那个游戏有羊来到武馆，对，跟别的徒弟打架。就是他们给我看这一件，我说这个要用分数的，都是这一件不行，这一件不行，这个武馆不能这样的，生态不能这样的。这些剑有介绍了很多。武德呢，就是我2015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纪录片，我师傅介绍一下白眉拳他的想法，他也介绍武德。武德在游戏里面，他们介绍3区，这些3区就是我纪录片里面的3区，所以我对每个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武术的文化，所以怎么想怎么放在游戏里。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后来很多玩家朋友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感觉是游戏设计中非常好的一个元素。这个游戏的故事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是一个关于复仇为我的师傅报仇的故事。那这个游戏在他们最早给您看的时候，和您跟他们沟通过了关于这个武术武德的看法之后，这个人报仇的这个经历和过程，这个中间就是有改变吗？肯定有改变。因为你刚开始武术，你肯定要会打架，但是你会打架以后，你不要当坏人啊。不要当坏人。所以就是这些武德的事情，就是帮你做人啊。你当了，你做你是不是好人啊？但是目的是很容易说我是好人，你要每件是好人，每件是好人不一样的。每天都做一个好人是很难的事儿。是啊。做一件好事不难嘛，难的是做一辈子的好事啊。对，做一辈子好人。一个好人。
然后大概这个问题方面，我们就是先跟本杰明师傅聊这些。然后今天同样我们准备了一些视频的片段，是啊，会再放了让大家先看一看之后，然后我们再和本杰明师傅来聊一聊一些内容。对，结合视频的内容，我们再聊一聊。然后我们有请我们的同事先放第一段，好吧？哎。冷開啦！冷開！呢度冇你要嘅嘢。開門！快啲開門啊！唔好逼我撞門啊！睇下呢隻小賊。頭啊！界佢有冇？冇可能㗎！好啊，第一段结束。这个能看到，其实在这个游戏的第一关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狭小空间的战斗，然后包括，刚才的后半段是一个镜头会变成侧面机位，然后一段非常长的长廊战斗。我相信很多这个影迷朋友们应该对这个镜头不是很陌生啊，就是非常像一部韩国电影。是，就我比较好奇，就包括游戏后来其实也更新，然后加了一代宗师相关的一些元素。就是本杰明师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 Sloclap 这个工作室里边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在游戏制作过程中会突然想到的灵感，我要在游戏里去致敬某一部电影或者如何，还是他们早就想好要做什么了？这个就是一个剪影 ，The Red 啊，对，他们要放很多剪影的片段是吧？片段对。因为觉得好像就是背负他们很希望这个剪影就要，说他们写的意思然后对都是这样的。他们有曾经参考过别的电影，但是最后很遗憾没有放进去的吗？据您所知？不能说是吗？很难说。后来那个加的一代宗师那个，您看到了吗？哪一个？游戏后来还加了新的可玩内容。看过了。看过是吧？其实那一些作为这个就是中国的玩家和影迷们，其实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添加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元素。是啊。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场景里有很多就是用我们游戏的话讲叫和场景的互动嘛。对。捡一些铁棍子啊、酒的瓶子啊的。那在白眉拳里是有使用兵器的这个招数吗？
百美拳就是清朝的一个很轻巧门派，所以以前武术就是用兵器很精的。就那白眉拳一般常用的兵器是什么？有刀，对，枪刀枪这些都有，都有，还有手上的很小的东西比较小的兵器也有有那种就是专门的兵器吗？不是一般的场景能见到的。白眉拳这个门派自己独有的一些兵器有吗？据您所知，差不多。OK， 行，那咱们看下一段。好啊，那个麻烦咱们同事，要不直接放那个美术馆那一段？好的，来咱们看一下，就美术馆这一段啊。相信如果我哋一直企喺雨度，佢會淨化我哋嘅身體同精神。水具有俾我哋最終獲得自由嘅力量。代表住新生從一個黑暗靈魂嘅淨化，水係重生嘅光，佢哋認為佢有屬住嘅特質。但係就好似黑暗一樣，我哋一定要接受咗佢先。如果唔係，過去嘅陰影會吞噬我哋成個人。好，谢谢我们同事。我还是问一个可能自己比较好奇的问题，在师傅这个游戏里，一共有5关嘛，然后有非常多的场景，然后包括有一些场景玩家们印象会非常深刻，比如说像这个在美术馆，然后是下雨的场景，包括有一关的 BOSS 是在一个雪地的场景，然后还有在地下，还有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长的走廊。从您个人的印象来说，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我最喜欢的那一个就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是吧？因为是那个电影就是一代宗师啊，王家卫对，王家卫的电影对，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有功夫的感觉，他们的父亲和女儿，怎么转，有这个一心专心的感觉，怎么转那个功夫聊的时候，本杰明师傅眼睛里有光啊，这看见你了，这就是那我们在游戏里会遇到各种就是身材体型差别特别大的这样的敌人。那在白眉拳里有专门针对就是比如说比您体型高很多、壮很多的人的时候的一些特殊的要领和招数吗？就是他们也有肌肉，也有骨头。你打他们也有痛。所以他们就是思维，因为他们打一件就你觉得可能厉害一件，厉害和打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对。也是人对，也是人，也怕戳眼。人被打就会疼，对，人被杀就会死。是很单纯。我们还有一段还有一段要看。对，那个麻烦同事，要不再放一下这个，再下一个片段？好，谢谢。
唔好，求下你，求下你，唔好走啊！師傅嘅血脈會以你嘅死而斷絕。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师傅这个游戏啊，我们看到的小说啊，还有电影里边，经常会有一个师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就是一个更厉害的自己，一个总也无法逾越的一堵高墙一样。你还是多看点电影吧，你感觉你又在脑子里又想一些，对，我们都知道的电影，特别多的。就是我想问本明师傅，就是在制作这个师兄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当初制作组和您在讨论师兄杨这个角色的时候，大家是怎么聊出来的？每个人有他的专业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看这样就是往下的这样看，你觉得他知道这些动作，所以如果他做这些动作，我做么配合，是大家不是配合，大家就是完成自己的那开路无所谓他做什么我就完成我以为会有一些想法上的一些交流配合就是教舞有配合大家不要配合。OK 那白眉拳啊，如果是这个同样使用白眉拳的格斗家师兄弟进行对打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就白眉拳对白眉拳，也是玩家的。内容，因为现在大家说白眉拳，但是白眉拳就是好像做饭就是用蒸的对但是然后你会做饭无所谓的，你用蒸还是炒，最重要就是味道嘛，好不好吃，所以你打架的时候谁知道就是白眉还是不是白眉？你用了白眉拳吗？这样，好像大家现在说这些动作都是白眉拳的，但是我做那个游戏的动作的时候，我不像白眉拳的动作，我就像有流利的动作，漂亮一点的动作，还有没看过的动作，这样想的。不是因为是白眉拳就一定要对。游戏里是有艺术加工的意思是那您本人对别的门派的拳法有一定的了解吗？知道吗？再来吧。有研究过别的拳，就是你也看王家卫的电影里，不是也有很多种拳法？对，有很多。我就要说，
摆眉圈好像，如果我们说做饭就是蒸，你要知道这个精髓的摆眉圈就是什么，好像就是这样打，这样的处理，发劲就是很特别的，所以不是这个动作，就是有没有精髓在里面？如果这样的就是摆眉。我最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儿，就是您和别的门派的这个武术家有过交流切磋吗？有过经历这样吗？在这个师傅里面不是，就是在您学武的这个生涯里所以经过里，就是你有和别的门派的这个练武的人切磋的？我自己学过别的门派，还是对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学空手道这些，然后学了洪拳，也学这些，但是我最喜欢就是摆眉拳，这个时间我就不知道摆眉拳就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不是摆眉拳是最厉害的，就是明白是。对，好像你最喜欢吃我最喜欢吃的是炸物，最喜欢炸的东西。对，你的味道就是你的思维，你就要找一找这个门派你最喜欢的，好像就是他们动手就是像你一样的，你的思维。我摆眉拳的时候，我小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功夫就是摆眉拳。但是我不知道摆眉拳就是什么。我就是想功夫就是这样，所以我到佛山的时候看过了。摆眉我就觉得，哇，现在要练。但是慢慢的应该也会见到更多嘛，接触更多，了解更多。好，那么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其实依旧是有一个这个观众互动的环节。一样的，我们还是给现场观众一点时间。对，我们会请几位观众举手来问出他们想问的问题。然后呢，今天我们也会请到同事我们飞宁，然后可能会在旁边辅助一下，万一有一些可能是这个需要帮助翻译的部分，可能也麻烦飞宁待会儿会这个同声传译一下。对。然后这个所有举手提出问题的朋友呢，我们在这一环节结束之后，本杰明师傅还会送出自己带来的小礼物。所以想提问的朋友可以现在举手了，然后本杰明师傅会来选。您可以选一位现场的观众。对，那就这个刚才就中间这个吧。对。是哪个？这个女孩吗？这位女生是吧？您用麦克风就好啊。请师傅可以耍一套拳看看吗？哇哦哇哦！太快了，这也。这说实话，我之前都没见过真人的这个现场表演，对，很快，对，特别快。我估计可能真挨打就被打死了。我得躲那么老远，但感觉很快，快到我跑不掉啊！要是打我的话，我就没躲开。就像昨天说的啊，一个人呼呼带风，这个可能现场就台下的朋友们感觉不到，就是力量感会非常的足，是感觉对吧？一下就过去了。第一位朋友这就算结束了是吧？这个互动部分啊，然后下一位朋友，您指定是哪一位？好的，那就是您来啊。我想了解一下，那个我们师傅制作的过程中是否有用动捕来制作动作，就是通过真人的演绎把动作数据就是放到游戏里面。Motion capture 就动捕。就是每个动作好像主人公的动作。就是来自我自己的武打的动作和实际。这个就是用 keyframe，然后finisher，剑影，还有几个很特别的动作，就是用 motion capture。但是好像每个动作都是 keyframe。可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我觉得这个懂开发的朋友应该能
更好的去理解啊。就是说他们录我每次他会录下来，对他们录我的动作，然后就用 keyframe 就做的哦，就是这样。关键帧嘛 ，keyframe， 关键帧做进去，一帧一帧去调它的这个姿势和角度啊，明白。好，谢谢这位朋友，哎，下一位，来哥。第一排的这位戴眼镜的朋友，对，黑色衣服，就是你，对。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市面上就是关于这种中国传统的武术这游戏其实很少。然后我想知道的是，就是您身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学习中国的这种传统武术，您觉得这种传统武术对您的生活或者是精神上的这些影响有什么呢？肯定，肯定有是吧？啊，肯定有。对，我从小时候练武术，但是以后就14岁以后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要学中国文化学中文。但是我觉得功夫就帮你做一个好人，有尊重，会背负，还有。我觉得生活里面有很多困难，比较复杂。现在我做过这个游戏，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阿本他是谁呀？以前我刚开我武馆的时候，我的朋友觉得你真的很笨，为什么开武馆不找一找真正的工作？这样，所以因为练百美拳、练功夫，你就自己有信心。因为慢慢你练好，你苦练，你就一步一步来，就你有水平。不是，最大的秘密就是不要停。不要停。每天练，就是如果你要学数学，一样，每个地方我觉得生活里面的可能秘密就是这一个，不要停。你真的需要做一个东西，就要相信你，自己有信心，就一步一步来，你就会，你就到了，很近。有信念，能坚持下去啊。有信心，然后要坚持。其实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本杰明师傅这个有一个视频里边他的分享应该是比这个现场说的有更多，然后包括昨天关于武德的部分，就明显能感觉到在学功夫之前为什么要先学中文。本杰明师傅之前讲过一些故事，就是懂了咱们的语言之后，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功夫之外关于心境的一些传达，而不是单纯的学会他去打人啊。是啊，你要练功夫，还是好像你要学一个很特别的法国东西，好像法国菜。如果你不知道法国文化，你肯定不明白法国菜。所以是一样的，你要学功夫就要了解一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为什么他们这样想？为什么他们的礼貌就是这样？所以肯定要学。好，我们再叫一位啊。是那位白色衣服这位。好，哇哦，武当是一位练家子。本杰明师傅说武当啊。是的，是的。啊，是啊，真的是啊。我想请问，传统的白眉拳对比 C 副这个游戏当中的白眉拳，在实战中招式和战术有着怎样的区别？这么实用派啊？是。肯定，游戏就是一个游戏啊，所以游戏就要好玩。大家不是好玩。所以大家不好玩啊。对啊。所以对这些动作就是有漂亮一点，你可以看，
就感觉好看，有速度，但是感觉你可以看每个动作，好像我刚刚给你们看这个动作啊，你知道我打了多少次？倒了多少次啊？不知道。你真的知道还是就是算了？这一件我们叫36计的那个乱耳曲子，乱耳曲子，你知道吗？您36计的乱耳曲子。36G 的。36计吗？我不是，你。那我不知道这个4个字是什么，没事你说。你刚才真的看到是多少拳吗？我并没有真的看到多少拳，但是我在数前面，就是那个 C 副最开始有那个教学关卡中对打那个主角想象中 BOSS 的那个场景，他每一个 BOSS 前面不是都有一段那个白眉拳套路的展示嘛？然后我数了大概前面的敬礼完了之后分开，然后再打的那前面几拳都是单数，一般是7下或者到9下。哦。刚才说的是36计的乱耳曲之。哦。对不起，吃了没文化的亏，不好意思。就是说你瞎蒙，看看你说的对不对啊？稍等一下啊。所以对，刚刚给你看那个动作，你就有这样的乱耳曲子，这个是很重要。好像你打一圈，你不用到这里，到这儿就够了。到这里也可以啊，就是，但是游戏里面就不好看，这样打的，所以肯定我们改变了一点点，有白眉，但是也不是白眉，很难说的。其实昨天的时候也大概讲了一讲，就是真正现实生活中还是要讲究，要用最少的招式把对方击倒嘛。但游戏还是游戏，要有协调、有体力，然后有击打机制，所以更多是服务于整个游戏规则嘛。是，玩家要玩得爽，而不是现实中就是这样。服务游戏体验。哎，对。那行，那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感谢。嚯！要不咱们再叫最后一位？好的，哪位？本杰明师傅你好，然后我是那个，我的那个问题可能有一点点尖锐啊，可能不是太友好，但是我没有恶意啊，只是想大家讨论一下。然后我有个疑问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武术的质疑，特别是实战性方面的质疑，其实是越来越重的。然后我就想，当然这种像白眉拳包括在内的那个传统武术，如果把它放在游戏中，它确实可以大大提高那个游戏的观赏度和那个表现力。但是呢，如果和综合格斗比起来的话，那个就是 MMA 比起来的话，它可能在实战性方面可能弱很多。就像您说的，好看的华丽的招式可能真的没用，然后真正有用的呢，可能就是那些一击必杀的那种，就是效率高嘛。对，效率高，就是像综合格斗这种 MMA 这种效率比较高的这种技术，您是怎么看待传统武术和综合格斗 MMA 之间的关系呢？好，谢谢。我没有恶意啊，也不是在拆台的。传统武术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功夫啊？因为武术就是一个好剑，但是你学到哪里？所以你没有水平，你不会打架，你可能你的生活就是没有打一圈，没有跟别人打架，你怎么可以知道一打一圈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就是这一件，谁是谁啊？是 MMA 就很好，但是 MMA 的意思就什么意思的？就是武术。
mixed， 就是综合嘛，综合格斗。他们用传统的武术在里面，但是说不是现在不是传统，是现代。我觉得要用心练，你真的很喜欢就是 MMA 就要学 MMA， 你真的喜欢传统武术就要学传统武术，但是传统武术的问题就有很多假，有很多人不会，但是他们练身体练养生，但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哦，我们的气功就是最厉害，打架是最厉害，你打过架没有？没有。开玩笑。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一点。你谁是谁，你会就会。但是 MMA 比百美拳 MMA 比传统武术不要这样看，就是一个人打一个人的。要这样看，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而且其实2天加起来分享很多内容，会发现学一个门派或者学一个格斗类型，它有的时候不是只为了打倒人。是对，这2天本杰明师傅其实也在强调嘛，有的时候是对内心的一个培养，包括可能生活态度上也会有一些帮助。包括刚才这位朋友提到 MMA， 然后现在有 UFC 这种格斗赛事，其实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体育项目，就大家追求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就一个人打不过另一个人，不代表他的人生就完蛋了。他使用的技术就比那个人使用的那个功夫和技术要差啊。就是师傅的意思就是，这个张三没有打过李四呢，就是张三和李四的问题。跟功夫其实不是绝对的关系。以及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加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现在每个人就是有这个想法，大家就是年轻人的一个问题，但是武术里面的不是年轻人的，你40岁以后、50岁以后、60岁以后，就用你的身体怎么样？如果你没有意愿，你拿这些 MMA 的人，还有那个最厉害的跑步的人，如果没有意愿，他们不用他们的身体这样。我告诉你，没有医生，没有康复师。35岁以后，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武术的人有这个想法，第一有尊重是最重要，我觉得生活里面尊重人是最重要。第二就是用你的身体，但是有这个想法，会老了。现在有力，但是过几年就没有。我每次回来佛山的时候，看我师傅，他68岁，但是他的力量真的，我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是吧？不是一般人的，所以可能这些MMA， 我希望他们也有一样的力量。明白。68岁的时候。谢谢本杰明师傅分享。我觉得这个后半段还真是挺颠覆一些传统的一些想法的。是对，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嘛？然后包括年纪大了之后，你到底是拿它去打人，拿它去参加比赛，还是为了自己？是视角不同，最后得到答案就是完全不一样。也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吧。感谢你的提问。是。那么今天这个5个互动的部分也就到这儿。2天和本杰明师傅聊了聊，其实真的还挺有收获的。对也希望收获非常多。是，希望之后有机会我们能再和本师傅沟通沟通、交流，然后以别的形式再跟大家传达一些他的想法，或者制作一些新的内容吧。那么今天这一部分就先到这儿。先到这儿就是特别感谢本杰明师傅专程然后来到广州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交流。对，这2天也辛苦了。感谢师傅。谢谢你们啊。然后刚才提问的5位朋友也是能在我们的同事的引导之下，这个在边上稍微等候一下，本杰明师傅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的礼品送给各位，好吧？然后我们有请本师傅到台下。好，谢谢，感谢，谢谢费宁啊，辛苦。好，也感谢各位。然后呢，这一个环节就先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年核聚变2023广州站的舞台活动的最后一项，不对，倒数第2项。压轴是核磁共振。然后呢，昨天各队的表现参差不齐啊，
稍后我们还是会，这确实参差不齐。稍后我们还是会请到4支队伍的队长在边上。还是4个队啊，让他们再来一轮，看看有些队不服嘛。是啊，今天我们换了一个这个问答题。对。看看这个昨天是武斗。今天是文斗啊，文斗看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啊！比知识库啊，然后我们就一会儿见啊。哎，